大家好，我是大妈，感谢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今天继续读邱岩老师这本神奇的书《乱世迷音》40万字，将近700页。为什么说它神奇呢？因为它从一个非常奇怪的角度来对娱乐业进行了一个阐述。那么上次呢是通读到388，其实389页了那这是通读，注意通读的意思呢，就是我怕我眼睛默读的时候会跳过很多细节，所以用尽可能快的速度把它逐字逐行读下去，所以不是朗读。如果大家受不了这个速度呢，建议降低播放的倍率降到这个 0.75 0.5 都可以。 OK， 好，那继续。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在鸦片贸易史上具有这么大的名气，除了巨额的销售量一举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并以武力征服印度打开中国国门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凭一己之力成为东半球鸦片贸易行业的标准规范制定者。1857年，印度爆发民族大起义，英国殖民政府以武力镇压起义，随后撤销了东印度公司，但是由他制定的鸦片生产与贸易体系标准继续沿用到20世纪前期。无论在毒品是否合法化的时代，毒品贩子都很注重产品质量、包装和商标品牌，很看重市场信誉。这是近现代历史上世界各地贩毒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奴虫的奴食生命的麻醉物，鸦片在中国社会却有着福寿膏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别称。各种原因之一，鸦片贩子也是商人，会认真研究所在国家的民风与消费者心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所了解之后，专门请人设计富含祥瑞喜庆含义的中文字帖或者传统绘画，印在包裹鸦片的外层包装纸上，让对方还没见到真东西，只看到外表上的感官符号就能产生文化亲近感。中国各地民俗又普遍强调趋吉避凶的讲究，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鸦片的中国人，就是首先看到充满诱惑力的外包装，然后产生了想尝试一下的念头。除祝颂喜庆风格的包装设计，另一类流行风格就是色情内容。约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寿终正寝和一些老牌英美鸦片洋行逐渐转移经营路线，沙逊、哈同和经营新康洋行的埃兹拉家族等犹太裔鸦片贩子逐渐崛起。他们与潮州帮合作，在自己的商品里采用春宫画作为装点，这个手法之后被加工吗啡和海洛因的日本朝鲜贩子继续沿用。既然是做生意，就不能指望所有商人都爱惜名节，这个特点也体现在对华鸦片贸易中，既有东印度公司这种强调口碑、注重信誉的，更有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的货色。同样是那位来华收集茶树，偶尔看到潮汕鸦片走私景象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军，还在香港等地见识过鸦片贩子的交易过程，期间目睹了中国鸦片贩子奇特的验货方式。一个密封状态的箱子就要被开启，掌柜和资历最深厚的伙计像猎犬一样扑上去，他们的脸贴在箱子侧面，当箱子被撬开第一道缝隙时，他们的头能立刻再转过去一些，将鼻子紧贴在那道缝隙，贪婪的吸嗅箱内长期密闭由鸦片、木板、涂料与碎屑掺杂在一起的味道，闭着眼睛，神情严肃而陶醉。如果不是亲自看到，我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居然能把脖子拧成那种怪异的角度。我担心他们的脖子会扭断。这个时刻，这间房子恐怕要比任何教堂的敬祷室还要安静。我和希尔，也就是他的朋友，一位鸦片商人，都不敢发出任何声音，担心惊扰到他们在中国交往的这些生意伙伴。经过略有波折的怪异验货程序之后，这桩生意比较顺利的成交了，双方皆大欢喜。在好心情的促使下，中国客户向他们吐露了养成这种习俗的原因。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水手们要在船上长期从事艰辛的工作，随时面临狂风巨浪的生死搏斗和漫长空寂的精神折磨。因此，这个职业也普遍有抽鸦片或者吞食鸦片丁的习惯。这些洋水手随船四海飘荡，早就知道鸦片在中国的行情。船长又允许水手们依职务与服役等级携带配重数额不等的私人物品，在定泊时与当地土著居民做交易。很多水手加藏鸦片，随船来华，趁机贩卖赚钱。潮汕人在南澳岛海边或者珠三角地域，广东人在伶仃洋上与洋船水手做走私交易，相当一部分鸦片就来自水手们的私货。这些零散鸦片来路驳杂，质量参差不齐，还时常有掺假和以次充好。走私交易又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面点验钱物两起，一旦看走眼，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就只能自认倒霉。潮州鸦片贩子无论是直接和洋水手交易，还是从自己的老乡手里收购，都需仔细验货。一些人从业经历深厚，积累了丰富经验，逐步摸索出自创的检验方法。这套检验方法在外国人来看来，就和中国神秘的中医诊断方法一样，可以总结成为望闻竞烧4个字。每一个字是一种办法，但后面2种需要取样品当场试验，会破坏货物原貌。一些心里有鬼的卖家很可能以此作为讹诈耍赖的借口。这东西你已经碰过不完整了，我无法卖给别人，你必须买下。为避免出现被人敲竹杠的被动场面，中国鸦片贩子特别重视不破坏货物的前2种手法。不同产地的鸦片吗啡等生物碱物质含量也是迥然相异，导致其表面色泽、手感和气味都有区别。凭着视觉和嗅觉能保证较高的准确度。检验来路不明的零散走私鸦片，最常遇到也是辨析难度最大的情况，不是以次充好，而是以次掺好。用价格较次的金花，也就是土耳其鸦片、波斯红又叫新山，与高档的孟加拉土掺杂，冒充后者出售。甚至不用劣等鸦片，直接用密度与鸦片近似的其他物质作为内芯，在外面覆裹鸦片冒充。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土因质好价高，成为最热门的仿冒对象，经常遇到假货。在这种情况下，眼观碰触和闻味非常重要。生烟膏放置时间稍长，就跟一团兑水合过的湿面粉团类似，外面干硬，内部湿软。把2种表面硬化不同的鸦片强行用外力揉捏在一起，形状和表面色泽会不自然，内部成分是松散不均匀的。辨别方式是先仔细看，用手捏弄滚动来体会触感。新鸦片内的生物碱对温度较敏感，把这团鸦片靠近火苗轰一下，内部略土的味道就会渗出来。如果是封闭的箱子则更好，内部气味密集，有非常浓郁的陈味，通过闻这股味道来进行辨析。印度人习惯把罂粟花瓣收集晒干，挑选出来完整美观的整片花瓣，按照一定粘叠顺序，一层层敷裹在鸦片球上。打开一箱派托纳土或者孟加拉土，看到的可不是一个黑鸦片球，而是整齐码放、娇艳夺目的大花球，如同花骨朵，视觉冲击力相当强。档次低的加尔各答土用残破的花瓣和切成碎渣的罂粟叶子搓上几把，最后用印着图文信息的白纸简单包裹。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就没这种习惯，直接用纸包裹。装鸦片的2层箱子，每层底部先铺罂粟茎叶渣子，再铺碎花瓣。鸦片球底部的整片花瓣也要多裹一层，以此起到减震缓冲的作用。这些特点都可以用来辨别鸦片球的真伪。中国视印度为佛国，鸦片的阿拉伯文原名又是阿弗瑞，所以中国鸦片商贩就把鸦片球外敷裹的花瓣叫芙蓉，把下面加厚敷裹这部分叫莲花座，或者将鸦片球和敷裹物分别叫做肉苔和包皮。通过观察芙蓉与莲花座贴附的层次、外观、肉苔和包皮粘合的粘度、花瓣形状是否完整等等，来判断它们是原有的还是造假者后贴的。还有一种是用中国人发明的工具，让洋人都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
检验工具叫生销盘，样子类似赌场的轮盘，用薄铜或羊铁皮材料做成转盘，外形像倒置的斗笠，中心是放鸦片球的托架，内壁打磨的光滑锃亮，画上12圈等距同心圆作为跑道。从最外侧开始，按照由内到外的次序，用12生肖给跑道标明。检验方法是先把鸦片球卡在托座上固定好，随手一拨，让盘子转起来，观察旋转动作。完整的鸦片球加工是一次成型的，质量均匀密实，是一个由里到外浑然一体的实心球。球心也就是重心，两点是重合的。当鸦片球和盘子转起来产生的离心力分布均匀对称，就像一个陀螺，旋转姿态很平稳，不会来回晃荡，持续时间还很长。如果是掺假或者掺刺土的鸦片球，加工方式是用刺土揉内芯，再用好土包壳。因为这些步骤都是手工加工，那么内外密度不一致，不能保证球心和重心在一个点，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分布不均匀，盘子就像不倒翁一样晃荡摇晃，而旋转持续时间也短。为增强观察的视觉效果，还要在盘子转起来之后往里面撒几粒玻璃弹珠，跟着一起转。弹珠在一个转动平稳的盘子里飞速旋转，是规整的圆形螺旋轨迹。比如最初在龙道旋转，随着盘子的转速减慢，离心力减弱，弹珠也逐渐下落到蛇道、马道、羊道，最后盘子停转。弹珠掉进盘子中心最底部名为珠口的铀坑里。如果是在转姿不稳的盘子，那么弹珠的属相不稳定，而且转速越快，摇摆幅度越剧烈，弹珠会从盘子里甩出去。这个工具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陀螺与旋转的离心力原则，检验程序不仅灵敏准确，而且又好看又好玩。讲究的生肖盘用高级硬木打制托架，用金铜做盘底和受力旋转部分，滴油脂做润滑剂，在不使用时放在同样用硬木打造有精致镌刻与字画贴饰的匣盒内。不知情的人看到还误以为是藏宝箱。一般的生肖盘就用廉价铁皮材料，不画或者少画跑道，旋转时往里撒经过挑选形状接近圆形的豆子。经过这种简单的物理常识，做到不切开鸦片球就能检验出里面是否含有杂质。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齐昌洋行的股东约翰·福布斯，即广州13行著名红顶商人伍秉健的义子，曾得到一套作为礼物的生肖盘。他最初误以为这是中国人使用的某种航海导航与天文演示仪器，或用于物理学研究的实验仪器。在得知真相后，他对这套集实用观赏和娱乐性于一身，而且有深厚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的鸦片质量检验工具大加赞叹。这套检验工具对福布斯造成的文化冲击，甚至长期影响了他对中英两国实力的判定。据悉，林则徐虎门销烟和随后英国议会通过对华采取暴力行动的消息，福布斯很不看好英国，认为做出的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和有如此有创造力的中国人动武，那肯定是要吃苦头的。洋行就是公司 company。广州13行的中国商人最早直接采用最省事的音译形式，参照粤语方言，把 company 翻译成公班鸭空盘年，简称公班。这个称呼后来泛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孟加拉生产的鸦片，所以还有公班土、公土的别称。洋行经营者与中国商人接触略久，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秉性，还采用一些迎合中国人心理习惯的经营技巧，比如经营非东印度公司专营鸦片的洋行，从马尔瓦、波斯或者土耳其购买的鸦片，在中国市场的口碑就比公班土差。为提高竞争力，他们会专门为中国市场生产定制版，在鸦片加工时用余料制成几盎司重的小鸦片球充当附赠品，以随机形式往一些箱子里放几颗，塞在大鸦片球之间的空隙处。买家打开箱子就能体会到买一送一、开盖中奖的感觉。洋行的这点小伎俩在和中国人做生意时非常管用。从乾隆40年1775年到嘉庆5年1800年，清朝颁布禁烟令，这25年是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的早期尝试阶段。鸦片早期价格非常便宜，比如在1780年，
整箱鸦片在广州的平均批发价仅为210元番银，番银又名双柱，是当时流通量最大的西班牙银元，更是清代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向中方支付的主要流通货币。以其含银量为准，与中国文银的汇率比价约为7钱2分，即一元番银等于0.72两文银。把这些数字也都换算成中国单位，210元番银就是151.2两银子，一斤鸦片的价格为1.21两银子，一两鸦片的价格只有6/7厘银子。鸦片进口额与价格随后开始双缓速增长。嘉庆元年1796年，批发价在410元到430元之间浮动，到嘉庆4年，进口价突破4000箱，进口额突破4000箱。另有说法认为，乾隆57年即1792年达到4000箱，以1780年为准，历经16年，鸦片在华价格涨了1倍。进入19世纪，受华鸦片价格进入一轮持续20余载让人炸舌的疯狂暴涨。1800年涨至约850元，仅过4年就比1796年又涨1倍。1803年达到1200元，1805年突破1400元之后，虽然缓慢回落，但都维持在1000元以上。1811年又开始疯涨，1822年达到将近2600元的巅峰高价。玉角在潮州侠记野游写曹家风月，恰好是这段时期，所以他得出4民中唯农夫不尝其味的结论。农民收入很低，鸦片价却一路猛涨，确实沾不起。此时的烟土和超大烟已经是违禁品和违法行为。玉角作为有官场背景的人，无论吸食者还是提供相关服务的妓院，谁都不回避他。可见嘉庆的禁烟令形同虚设，毫无威慑力。造成价格走高的原因很简单，东印度公司之前对华的鸦片贸易只是开端，带有明显的试水心态，还不能确定中国市场的反应。出于担心鸦片生产过多导致滞销的顾虑，在孟加拉的原产量也不大。接下来，中国在18世纪末展表现出对鸦片的强劲需求，让他很兴奋。但本着商业上的精明，最早的盘算还是囤积居奇，在中国市场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过限制产量，让鸦片在市场上更加供不应求，凭此刺激价格上涨，攫取高额利润。1797年9月，东印度公司抢在罂粟播种季来临之前，罂粟一般是在11月初播种，次年4月初收获，颁布限产令，将鸦片年产量控制在5000箱以内。这个举措随即发挥出实际作用。18世纪，东印度公司还没垄断印度鸦片的全部生产地区，马尔瓦高原出产的鸦片通过印度西海岸的诸多贸易据点输出。这片地域是马拉塔王国属下诸多土邦的领地，得到法国殖民地的支持。就在1803年和1817年，东印度公司2度对马尔塔王国开战，又对西海岸的主要贸易港长期采取海上封锁政策。虽然最后击败了这个土邦割据政权，进一步驱逐法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但陆地上的战争破坏了马尔瓦鸦片的正常生产，对海港封锁更影响了鸦片的出口。这2场战争对鸦片价格暴涨产生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通过对马尔塔王国的征服，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一步扩张，已经囊括印度2块主要罂粟种植区。马尔瓦的鸦片产量从1821年开始快速增长，各个土邦领土王公和罂粟田的承包土商听闻中国市场的高昂价格，为贪图利润，干脆默取鸦片从自家领地内走私出口。各国贩子为了逐利，也争相把土耳其鸦片和印度走私鸦片运到广州，使输入中国的鸦片在短期内暴增。道光初年的年进口量已经突破1万箱，对华出口增速远超中国市场需求。大家已经看到中国鸦片市场的繁荣，你限产，别人不仅不限产，还在想方设法的快速增产。虽然你的货质量最好，但别人起码知道先用降价倾销的形式来争夺市场，并积极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东印度公司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单方面限产不仅不能维持价格，还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在中国市场的主导权，只好从1819年开始逐步放弃限产令。
虽然一些大鸦片贩子利用信息沟通不畅、千方百计隐瞒印度鸦片大幅增产的实情，并通过人为炒作和囤货，使受华鸦片暴涨行情往后拖延了2-3年，但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还是崩盘了。暴跌自1823年开始，相比于1822年的巅峰，1826年价格已遭腰斩。1829年跌破1000元。当年9月，怡和洋行创办者马地臣写信给他的合伙人，表示他刚刚以890元到900元的价格向中国毒贩卖出几十箱，还有一箱是以800元的优惠价格卖给一位与中国官员很有交情，需要赔点人情的老朋友。他还以很沮丧的语气抱怨，价格在未来还将持续走低，叮嘱对方尽快把存货出手，千万不要犹豫。马蒂森手里还是价高质优的公班土，口碑较差的土耳其鸦片的价格就只有公班土的2/3了。10年过后的1839年，当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驾临广州查办禁烟。此时整箱批发价在480元到530元之间浮动。虎门销烟前后，广州稽查官军还对那些以零散购入方式依然冒风险与外国鸦片商偷偷交易的中国毒贩进行了持续性的严打抓捕行动。在林则徐交给朝廷的奏折里边充斥着各种案例。邓三弟向计价船载送客货。道光19年6月，向巴里遗船用银63元买得烟土12斤运回。彭亚堪捕鱼为业。道光19年7月，其在可顿遗船探知干船带有烟土，与遗船议定当用银盐102元买得烟土6个。中亚二向该遗阿达买取烟土，严明公土每个银价11元，用番银44元买得公土4个。这3个查办案件虽然没透露鸦片的档次类别，但据此可知，在1839年夏季，广州当地中外毒贩勾结的零散非法交易中，鸦片的零售价由每斤3.84两银、5.07两银和7.83两银3种情况。这些论斤或者鸦片球个数购买的中国贩毒者会把烟土再切分更细碎，少则加3到5成，多则翻倍，卖给瘾君子或者下线毒贩。19世纪后半叶，除清政府与外国爆发战争期间，鸦片价格出现短期剧烈浮动，鸦片的总体价格走势还在不断降低。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高层官员中有禁烟、持禁2个对立派系。1834年到1836年间，持禁派的两广总督卢坤、太常寺少卿徐广济给道光帝呈上奏折，表达他们坚持立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朝廷痛恨鸦片的根本原因，无非是心疼银子外流。既然如此，不如持内地栽种罂粟之境，使吸烟者买食土高，夷人不能专利，文艺人在内地转运。持禁派的观点就是以基本放纵鸦片在国内横行为代价，保住大清朝的银子。这一派的赞同者不是少数，比如配合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两广总督邓廷珍，当时就是积极响应的持禁派。不过他的观点随后又发生改变，又改为严禁派。到咸丰登基时，有些官员干脆提出更进一步的主张，既然鸦片禁不掉，抽大烟的人越来越多，那不如把鸦片当成新税源，通过征收鸦片捐税给政府财政创收。这2种主张随后都实现了，不过不是主动实现的，而是清政府持政无措，在屡遭外辱，又遇到国内大规模农民起义、财政濒临破产等接连打击之后，只能屈服于现实的无奈之举。道光和咸丰这对父子的言行表现比较一致，先是意志决然，表示严厉禁烟，在鸦片战争和落实过程当中则一遇阻遭碰壁，态度很快就转变为犹豫不决，最后干脆彻底反悔。被塑造成禁烟英雄的林则徐晚年也转为持禁派，在他给友人的书信中表达了只要老百姓种土烟不买洋烟就没有意义，可以听之任之的态度。
说：“彼亦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是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是洋焉，而不是土焉。若内地国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见而食？如无知此味解，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为绍兴之美云，湖南之定焉。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灌注，何爱之有？”出自附属江南梧州府文海书，道光27年2月。第一种主张其实无需官员提倡，所谓的奸民自己就会主动去做，在明知鸦片属于非法物资的前提下，为满足烟瘾或者割取烟膏贩卖牟利，偷偷摸摸私下种植罂粟的案例，早在道光初年就在滇、粤、浙3省频频出现。最适合罂粟生长的自然条件是海拔500到2000米，有充足日照，能保证足够灌溉的山地或者高原的向阳坡面。所以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哈夫汗、伊朗、小亚细亚半岛和地中海北岸是罂粟分布的集中地带。中国境内东南沿海省份因为处于潮闷多雨的亚热带季风区，环境不太适合种植罂粟。位于大西南地理位置最靠近印度的云贵高原和蜀中，倒是罂粟成长的沃土高于滇秦川3省成为土烟最重要的主产区。不过罂粟对环境的适应力比较强，中国几乎所有省份都能够栽种。在位于西北的陕甘宁晋4省，虽然单位亩产低，但播种面积大，所以产量排在川滇秦之后。罂粟在南方省份的栽种时节也和印度相同，在进入深秋的10到11月播种，次年初夏4、5月间结硕果，割烟膏之后，还能及时在夏季播种稻麦、玉米，夏种口粮、秋烟苗，正好可以实现1年2熟。作为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种植户的收益还很高，因此种罂粟极受农户欢迎。播种面积和土烟产量从咸丰年间就开始快速上涨。云土质量在国内最佳，川土以产量最大而著称，质量紧随云土之后。各省土烟常用方形模具加工成鸦片砖，但规模标准不一。就以云土来说，既有重达100两的大砖，也有20两左右的红砖。云南有个中外驰名的地点叫做普洱，此地原叫思茅，清末明初属于托南道，当地出产的托南土远近闻名，号称半里闻香味，3口顶1钱。托南土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因产量也不小，所以物美价廉。在后金等地，很多家境富有的瘾君子都喜欢大批购入托南土，自己收藏或者在社交场合作为馈赠礼品。实进派的主张在同治、光绪年间得到部分实现，土产鸦片的产量在同治年间就追平了进口鸦片，并在光绪年间超过进口鸦片数倍之多。光绪23年就是说1897年，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估算中国鸦片总年产量约为33.4万担。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款的第4款当中，对中英两国计算单位的统一说明，中国一担计系100斛者，以英国133磅又1/3为准。但此后成为中国鸦片市场上最常用的称重计量单位，还是把这些数据都折算成公制，一担就是60.48公斤，33.4万担，也就是说2.02万吨。赫德的这个保守估计超过当年进口鸦片的5倍，而且因为统计形势的局限和各地普遍存在偷漏瞒报现象，他认为实际产量还要更大。延至民国时期，中国鸦片产量还在提高，川滇黔3大省产量之和常年占据全国总产量的1半以上。西南省份本身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鸦片成为维持地方财政的支柱产业。地方军阀鼓励鸦片生产。1912年至1916年期间，第4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连在参与商讨当时中国有关国际进度问题时，认为四川烟土产量已经超过24万担，并存在数量不明的隐瞒产量。滇黔2省产量之和约为四川产量的1半。滇黔2省外加陕甘晋3个西北省份和华东的
苏汝两省，这7个省的年产量之和才能与四川大致持平。滇土产量虽然没这么夸张，但同样过剩。从清末开始，滇土出现了跨国道馆，当地人采用马驮人背的方式向越南、缅甸走私输出，还有小部分经缅甸到了印度。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就在20世纪初，清朝最后的10年和民国初年出现了。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和英印殖民政府就中国鸦片向越南、缅甸和印度等地非法走私且输入量逐年递增，有损当地税收的问题，向中国政府进行了交涉，并表示抗议。产量更多就会沦为供大于求，价格下跌的颓势。1879年到1880年，因当年川土丰收远超市场需求，导致在没征税前的裸价一路跌至每担仅98两银子的低谷，美金价格已经不足1两银子。在1879年至1884年期间，除四川之外，滇黔陕甘晋绥等地烟土播种也是一番连年丰收的景象。这几个西南西北省份又是经济落后的穷省，所以当时社会各界普遍把种大烟当作欠发达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出路，给予高度肯定。又因为鸦片是英国人从海外输入中国，掺杂着外辱和民族耻辱的感情色彩。当时社会舆论对土烟盛产的现象还充斥着一种扬眉吐气、不受制于洋人的感情宣泄。1884年7月，中国最老资格的华文报刊《申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稀土旺收》的新闻报道，字里行间洋溢着国货战胜洋货的骄傲语气，说食烟者常参用川陕稀土熬烟，积习日久，过瘾，竟无分别。从此中华所产之土收成日益畅旺，而西洋贩来之土销路日益淤塞，凡我华人皆可以自享其利也。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洋鸦片贩子的哀戚怨憤。廉价土产鸦片对进口鸦片造成冲击，使向中国贩运鸦片不再是一门暴利生意。1858年、1883年和1891年是洋鸦片3个行情低谷期，即便一向走高端路线的公班土也出现跌破300元的情况。其中1858年这次暴跌非常有意思，和太平天国运动有直接关系。太平天国早期处于上升阶段，拜上帝会的宗教精神约束力很强，把鸦片视为邪物，在控制区内查禁严厉。太平天国又定都南京，控制长江下游河道的交通要冲，导致从上海租界进口的鸦片卖不出去，洋鸦片贩子赔了不少钱。然而因1856年天津事变爆发，天父杀天凶终归一场空。农民起义军脆弱的精神信仰一旦崩溃，臭起大年来比对面的青妖还要猛。1797年东印度公司实施禁产令时，孟加拉鸦片的产量是5000箱，加上对马尔瓦鸦片产量的估算，当时印度鸦片年总量约在 1.2 万箱到 1.4 万箱之间。80年过去，当托马斯·巴林在1876年辞去英印总督的职位时，印度鸦片产量已经超过了4万箱。在1872年，尽管此时鸦片贸易依然赚钱，但老牌鸦片贩子怡和洋行果断退出了这门为他积累下丰厚原始资本的老本行，将其经营路线转移到航运、铁路、金融和房地产项目上去。另一家老牌鸦片贩子宝顺洋行因投资和贸易运营决策失误，早在1866年经济金融冲击下就已经倒闭了。1875年，美资齐昌洋行不愿参与中国地区利润渐薄、竞争加剧的鸦片和航运业。航运业的话是跨国鸦片贩子和走私依靠海运，鸦片洋行呢都各自有自家的船队实力壮大后，从母公司分出去，成立航运公司，干脆宣布歇业，结束在华所有经营业务。他把船队在上海的码头、货站和位于租界的总部大楼等等资产一并打包卖给李鸿章主持创办的轮船招商局。齐昌洋行的这个行动掀起了美国财团从中国集中撤资的高潮。
琼记洋行等老牌美资财团在随后几年也纷纷退出中国，他们的商业算盘基本一致。远东地区一些新兴行业已经吸引了太多的同行加入进来重复投资，导致竞争加剧，利润已经没有过去那么诱人，风险还在持续加大。而自从南北战争结束和林肯宅地法实行，在19世纪后半程，美国出现内陆开发与新兴工业投资的热潮，前景一片看好，所以启昌洋行的美国股东决定从中国撤资，回国发展。国产土盐大丰收的1880年到1884年前后，洋鸦片已经基本无利可图，洋商若不对受华鸦片的各道环节精打细算，严格控制运输周转成本的话，就会赔钱。在这个时期，因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东印度公司没落消亡和中国土产鸦片后来居上等合力推动，全球鸦片行业也发生了一次大变革。东印度公司并不是简单的商业公司，它的存在特征是政企不分，本质上是以欧洲殖民扩张为目的。在早期重商主义支配下，拥有地域贸易专属经营权的殖民势力集团，虽然很重视鸦片生产质量，但它的经营活动是粗放型的，更要与其对印度的武力征服与行政管理权互相结合。比如，他对孟加拉鸦片的限产和增产决定，就是以殖民地统治者的强制性行政指令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加价收购、减免税收等普通的市场经济调控手段。1813年和1834年，英国取消了他对印度鸦片行业和在远东贸易专权的垄断特权，所以1857年发生的印度起义又在军政两方面让其遭受到打击。在19世纪后期，这种武力扩张外加特许贸易垄断的殖民地公司形式就没办法再继续沿用下去。之后的鸦片商行虽然还能通过与母国紧密的政治联系获得一些特权，但其经营模式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如今的商业公司。面对跨国鸦片贸易的利润逐渐降低，同行竞争日益加剧的局面，一些老资格鸦片贩子或消亡或者退出，而性情贪婪、市侩、精于运筹和成本控制的犹太鸦片商坚持到了最后。沙逊家族、哈同以及创办新康洋行的埃兹拉家族成为受华鸦片行业的主宰者，他们垄断了印度鸦片的进口渠道。潮汕鸦片贩子是他们在中国最主要的长期合作商，负责分销、批发、烟管的零售与服务业务。这些人还擅长利用媒体宣传，在社会广造舆论，渲染鸦片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可以和中药材一起配方，用于烹调等广泛用途。诸如《申报》这种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报刊都经常刊登各种鸦片用途推广的文章，更乐于接受鸦片贩子的商业广告。但是无论这些犹太鸦片商再怎么控制成本，在价格战上展开较量，洋货终归拼不过国货。就以1891年为例，当年进口公班土的平均价在没上税前是美金3.24两银子，同样没上税的川土价格仅为前者的1/3，上过税之后，公班土美金4.34两，川土美金2.5到2.8两。在打价格战完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犹太鸦片商的对策是主动放弃低端市场，再利用中国人浓重的虚荣心态，打造一个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高端洋货消费圈。上海还有一个别称东方魔都，本身是以租界为核心形成的开放口岸型商业城市，外国人视上海为冒险与无法无天的东方城市，本地的民风也极度崇洋，夸财斗富，沪上生财之道故盛，而用财之徒亦繁。今日生财之徒莫胜于上海，而中国求财之人虽云集于上海。历年以来，持银保泰者少，而挥霍劫掠者众。既然瘾君子已经遍及中国社会金字塔的各个阶层，那么在瘾君子内部也会因贫贱贵妇分出3、6、9等。犹太人和他们长期保持合作的潮汕鸦片贩子便会在这个特点上大做文章，借题发挥，利用上海的本地发展起来的中文报刊。犹太商人极力鼓吹享用洋药做上等人。潮汕贩子在高档烟馆的装修和消费档次方面下足了功夫，凡上海一区争奇斗丽，即使如烟馆一事，名
明云阁之华丽，醉乐居之雅洁，南城杏、蓬莱园之冠冕堂皇，美玉九丘，寄堆菊山，使山才隐逸之花，便于李氏吉祥街。公泰来者，又烟茶不所值，以邀主故。自胶东令3京就荒矣，又患果山。在鸦片商人的精心推动之下，鸦片社交的社会风气从上海等开放城市逐步形成，蔓延至全国各地。烧什么来路的烟膏，用什么款式的烟枪，用什么档次的烟管去过瘾，和以什么身段面目的烟友来往应酬，一律成为象征社会身份的显要标志。说到这里，其实已经能为清代鸦片毒害国人的这个话题做出解释。问题根源不是毒品的价格过高导致穷劫民脂，而是鸦片数量巨大，社会风气又对鸦片消费形成畸形崇尚心态，导致泛滥过度，危害甚广。如果以1780年为原点，1880年为终点，在时间轴上做个对比，历经1个世纪，鸦片价格走出一条先上坡再下坡的倒 V 型轨迹，并跌落到原点以下。在这种情况下，附加在鸦片价格里的税收成本，也就是清朝官员走向咸丰帝提出的第2种主张，就越发突出，成为阻碍鸦片降价的关键原因。好，下一个部分，禁烟。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朝财政拮据，急需军费，只能允许鸦片在社会上合法买卖，从中征税。为回避鸦片烟土的称呼，在税表上算作药。清朝对洋药和土药的税收特点是由轻到重，由简明到繁乱。最早对洋药征税是清朝地方官为补充财政亏空、筹措饷银而采取的私下行为，大致为每箱或者每百斤20到30两银的不等。同样是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明文规定鸦片关税为每百斤30两。但我们还有要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的老传统，逢关征税，设卡抽离，验过拔毛，层层扒皮。承销洋药的中国土行怨声载道，洋行也担心乱收费会让洋药因价格过高而丧失市场竞争力，所以在1886年签署的烟台条约季增专条里，再规定洋药的内地厘金统一为80两银。中国承销人一次缴清就可以把印有海关完税封记的货在全国行销，不再征税。土药的税收非常混乱，各地标准不一。就以长江流域沿线为例，特点是离上海越远，越处在长江上游，境况就越不利。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美法3国在上海开辟租界，上海有位于长江入海口三角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此作为转口贸易港，不仅更靠近中国北方，还可以利用长江的内河航道和近海航运，把鸦片输出到中国中部和北方内陆，同时把茶叶、纺织品等对外出口。上海开埠立即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的毒品之都。1847年运至上海的鸦片为 1.65万箱，总价值约885万元，占全国消费的 49.6%。从此以后，超过半数的进口鸦片都取到上海。1854年到1855年度，上海进口货物总值1262万两，其中 72% 是鸦片。以上数据出自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也成为国产土药的集散交易中心。较早运至上海交易的土药是汤山土，汤山位于安徽最北部，在清朝属于江苏徐州治下的一个县。这个地方的烟土行销出去的，凭借的是一个和潮汕鸦片走私类似的特点：跨省执法难，跨省缉私更难。汤山位于苏皖豫汝4省交界地带，政令不一，各管一摊，交通又较便利，当地烟农或成为擅长逃税的奸民。官差在东边设卡，我往西边走，南边徐州过不去，我干脆从河南、山东绕弯子。后来这4省官府都在本省的交通要道设卡围堵，好歹是把大部分重大烟堵在包围圈里了。
但因为这个地方四通八达，这四省的税卡形成一种竞争状态，脑子最灵光、最先以逆向思维解决问题的是徐州道台桂高庆。同光时期的2任江苏巡抚吴元炳与魏荣光都很看重汤山土药这块肥厚的鸦片税，随后就让桂高庆上任，期待他能想点办法。后者不负众望，先微服私访，了解到汤山当地一些情况，出台了一个税收政策，用类似于退税的方式主动降低税额。那3个省的税卡都征40两，我嘴上也说征40两，但退给烟农5两。那3个省如果降低税额，我也跟着一块降，用减免税收优惠政策招揽奸民来徐州纳税。这个招数很管用，但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另外3个省就不乐意了，直接向朝廷告黑状。朝廷一旨下来，要求4省鸦片离京必须统一。桂高庆就只好另想办法。他仔细揣度买卖双方的心态，卖家想多挣钱，买家想多省钱，皆为人之常情。卖家的特点是有货而没钱，心里惦记的是急于卖货换钱，而买家则相反，如果卖家的货还没出手，就向他征税，会产生生意还没开张的希望哪里贴钱的感觉，心里特别别扭的。桂高庆把这点人心琢磨透，出台了第2个政策，干脆把徐州税卡这地方弄成烟土交易市场，土烟税一律由闻信而来的买家支付，卖家只要把货运到市场上，等买主上门就行。桂高庆随后还想了第3个办法，他强制让买家集资一笔钱，但不是捐税，而是占存在官府手里的一笔烟款，相当于预付款。然后他宣布，最先到徐州的卖家用不着在此等候买家由官府委任的烟土商验货，当即就用这笔预付款向卖家支付烟款，数额有限，各位卖家要想体会这个政策带来的便利，您可得赶紧来呀。这2招更管用，税收没减，来徐州的烟贩子更踊跃，汤山的土药税全让江苏给收上来了。汤山由此成为由黄淮地区辐射到北方几个省的土烟交易集散地，就和如今五常大米、城阳湖大闸蟹类似。很多其他地方出产的杂牌烟土先运到汤山转一圈，在堂而皇之打着汤山土药的旗号行销到各地。事情传扬出去桂高庆就出名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些封疆大吏都主动表示要和他晤面，争相拉拢。如此干练才俊，怎能只当个道台？实在是委屈了，必须提拔。桂高庆的仕途自此一路亨通，成为晚清洋务派重臣。但四川的情况很不利。一说四川的地理特征，有句耳熟能详的老话叫蜀道难。这个地方是四面环山的大盆地，与外界交流的孔道很有限。川土若从东边出川，只能走长江航道，又处在上游，水都躲不过去。还在光绪初年，丁宝桢担任四川总督时，他比较看重烟土较高的经济收益，视之为养治民生、体恤蜀中百姓的一项惠政，所以就对烟土也收轻税，每100斤才征收4两8千银子。15年之后，淮军将领出身的刘秉章任四川总督，每100斤川土在本省征收35两银子。刚一出省，湖北的税卡就要比照洋药的海关税，对川土再征收30两。后面还有江西、安徽、江苏、长江中下游一路上的税吏们都磨刀霍霍的等着呢。刘秉章首先向朝廷力争，随后得到云贵2省地方官的积极呼应，因为这2省的烟土在国内周转到上海，都是先运到重庆，与川土走相同的长江水道，这几个省的督府联名疾呼，影响力就大了。最后决定每100斤川土在本省征4.8两落地税，到重庆口岸装船时征20两出省税，抵达目的地口岸时再征收40两进口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洋土药的苛捐杂税比这些更多。重罂粟的田亩要比照粮食作物加倍收田赋，各省都从烟土里抽房捐，沿海省还会抽海房捐。烟土进城要买烟票，大烟馆要交营业税、药帖，瘾君子西床的床榻和烟灯也按个数交榻捐和灯捐税收太重就有走私烟土。官府要组织缉私缉捕，巡防费也摊派在合法交税的烟土里。此外还有一些临时性征税，
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就以对日赔款和庚子赔款为理由，对各省烟商烟馆摊派捐离。征税的官吏都盘算得非常清楚，随着中国瘾君子群体的不断扩大，鸦片消费已经形成庞大而稳定的市场，时值国力日衰，民生凋零，有些税种已经不大好使，从老百姓身上刮不出多少油水，争不上银钱，就像田赋遭灾年还要减免，但抽大烟就像吃盐一样是刚需，大烟税如同旱涝保收的文产田，就要被税吏们重点关注。晚清时，清派官员搞洋务运动，筹建机械局和军械所，开矿山、办铁厂、修铁路，很多项目投资都是靠鸦片离京。到了民国，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川军将领哈尔师长原型范绍增为筹措军饷和杜月笙合作贩鸦片，后者精于筹算，表示运川土到上海路途波折，中间捐税重重不划算，不如改为在四川建鸦片加工厂，提炼吗啡再运到上海，各自都能赚更多钱。甚至连江湖好汉们都看中这门生意了。清末明初时，在湘鄂两省所处的长江中游河段出现了主要由袍哥和天地会成员组成的毒枭，他们专门在川鄂两省交界的巴东到秭归一带，把偷运至当地的川土运上船，一不躲二不藏，缉私官员要是敢拦，他就跟你玩命。但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三国夷陵之战的发生地，所以他们把驾船对抗官军叫做打陆逊。打陆逊，官军也惧怕这帮不知死活的亡命徒，一看这冒牌刘备驾船从上游荡下来了，就只敢躲着远远的呼喊，等走私船驶过，再假装追赶一番，应付差事儿。这一路顺江东下，船速极快，真是两岸陆逊提不住啊！刘备已过万重山。传到湖北，武汉三镇当中的武汉口也是因租界兴起的沿江口岸城市，当地也有一波贩毒组织汉口帮，两帮毒枭合作，可以直接在汉口烟土黑市出购，也可以换船转运下游，与汉口租界的船运公司、洋水手等互相勾结，把川土藏匿在往返于汉口、上海的长江航运轮船上。因每年产量显赫，又能大体维持每斤1到2两银子的价格区间，因此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烟土干脆成为社会上公认的流动货币。很多军阀的部队发不出饷银，就直接分烟土。出远门在外的人不用总是带着银两，带上鸦片就成。每到一个地方打尖投店，跟伙计商量用烟膏支付茶饭房资，伙计就算不收也没问题。彼时已经被烟毒熏尽甚广的中国社会，烟店、土站、药行随处可见。私下零散交易的烟膏，因为能够避开各类捐税，相当于捡到便宜，在鸦片收购者眼里比等价的银子还略微值点钱。虽然鸦片在当时是合法商品，可以随便登广告，也就登告白，也就是打广告。申报经常刊登烟土广告，在1905年4月18日的报纸上刊出过这么一条广告：自办云南正色干燥烟灰，香味法头俱佳，每100两价定银7两左右，请至法大马路八仙桥西首第2家。别看这短短2句，可以透露出了3重信息。首先是干燥烟灰，这是中国贫穷瘾君子自创的一种冲大烟的方法。烟膏有含量不等的水分，干燥烟灰指的是抽过大烟后在烟斗和烟枪杆里积存的剩余残余物，经过加热已经挥发掉水分，又干又细的黑灰粉末，里面的吗啡的含量更高。笔者在《茶馆之声》里曾经提到过豆沙豆布，就是在烟具里用于填充和封闭作用，沾着烟灰的纱布团。最早是手头拮据的瘾君子在毒瘾发作又无钱买烟膏时，用此物临时救急，但没料到居然歪打正着。他们发现用土耳其云土烧过之后得到的烟灰居然起到类似调味剂的作用，用这种烟灰调和生烟膏熬熟，或和熟烟膏混在一起吸食，具有很特别的感觉，更加带劲儿。这个由穷
瘾君子无意中发明的方法，随后被有钱人接受，在云南、四川等地专有烧烟灰的作坊，甚至于形成了产业。再有就是廉价，100两是6.25旧金，烟灰先运到上海，里面已经包含了加工费、运输费、店家利润等诸多成本之后，才卖7两银子，折合美金仅收1.12两银子。店家地处八仙桥，位于华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之间。在1905年，法租界尚未向西大幅扩张，这片地区是类似三不管的城乡结合部。这么便宜的售价肯定没上税，是通过走私渠道流入上海华界的。这个价格实在太低，出售地点又位于治安不安定地区不排除有作假行骗等情况在内。最后，八仙桥是当时上海燕子窟和花烟馆的一处主要集中地。燕子窟是指低档大烟馆，取燕谐音与烟相同。燕子窟陈设简陋，消费水准低，提供的是廉价国产土烟，特别是走私逃税流入上海的土烟。花烟馆就是把吸食鸦片和提供不同程度的色情或者软色情服务相结合的烟馆。吸毒本身就兼有助性和助兴这个两个兴奋的兴和性别的性助性和助性的双重作用。所以鸦片在世界任何国家最早普及和最泛滥的消费场所都有妓院。前文多次提到的玉角，它就是在潮州野游过程当中见识的此物。在鸦片向中国社会基层深入蔓延的过程当中，消费形式出现了一些新现象。烟馆先与南北各地常见的茶馆、茶楼做了结合，这主要是因为吸完大烟之后很容易口渴，要满足瘾君子的基本饮水需求，然后还要满足生理、心理两方面更高一层的需求。抽大烟时全身瘫软如烂泥，所以是躺在烟榻上。但烧烟膏、拿烟签子、挑烟泡、通烟斗等繁琐步骤要同时完成。这个时候瘾君子非常希望能有人替他代劳，自己就做个烟来张口的懒散人就行。在这过程当中还能享受到被人伺候着当大爷的身份优越感。烟馆经营者看准这一点，就雇佣侍者来满足瘾君子的这种需求。随后还进一步考虑到抽大烟本质就是一种纵欲，那好，连嫖带抽，我把这两样都给您备齐了。在这种思路下，烟馆破天荒的雇佣女招待。中低档的烟馆在室内装潢格调方面也盛行张贴春宫画，处于还受程朱理学思想桎梏的晚清中国社会，一般良家妇女不能去烟馆从事这份以伺候人为特点还要受道德谴责的工具。因此这类女招待主要是色情场所的低档妓女。清香扑鼻气烟晕，料是绵香万里云。更有卧榻沉玉女，蓬莱仙馆酣蝶阁。洋药、土药行情双双走低的情况，保持到1891年到1892年这2年，便是洋药的价格低谷期，也是洋土药价格差异最小的时段。上过税的川土、云土等土药税收成本早已超过总成本的一半。上税前，洋药与土药价格比值大约在2.7比1到3比1间浮动。上过税后，后者大概为前者价格的50%到67%之间。但就在此后，国内先后发生的2件大事，不仅使鸦片价格出现剧烈波动，还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的运行状态。1893年，英印总督佩迪兹菲莫里斯宣布暂时关闭银卢比铸币厂。印度实行将卢比与英镑挂钩的联系汇率，试行金本位货币制度。自打明朝隆庆开关以来，巨额海外白银通过贸易来往流入中国，银子成为明清两朝的流通货币，建立了银本位的货币制度。在这点上，印度和同时代的中国基本一致。印度货币叫做卢比，这是音译，本意其实就是银币。在19世纪前期，东印度公司实现了对印度中北部大片领土的征服与吞并，于1835年宣布禁止黄金流通，发行由他设计铸造、印有英国君主头像的银卢比，作为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法定流通货币。这样一来，中印两个采用银本位的经济体
都要面对几乎贯穿整个19世纪的棘手难题——镑亏。镑亏就是英镑的镑啊，这亏损的亏，镑亏。从16世纪到19世纪前叶，对南美洲、日本等地银矿的持续开采，以及让全世界拥有巨额的白银流通存量，也是中国人能把银子当钱用的必要前提。到19世纪后半叶，因地质勘测和采掘冶炼技术的进步，除了对老银矿的持续开发，又在北美洲、欧洲等地发现了储量更丰、产量更大的新银矿。作为人类最常用的贵金属，白银在这一时期持续增产，流通存量持续大幅攀升，使它与存量稳定的黄金相比，产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不值钱。而以英国为首，西方国家在19世纪纷纷改行金本位货币制度，不再铸造供应市场流通的银币，而是发行直接与黄金挂钩的纸币，因此英镑又有英金或者金镑之别称。依然采用银本位的中国和印度，与采用以金本位的英国等西方国家展开对外贸易、偿还外债等活动，以英镑等对方货币进行对外结算，便会因白银贬值而遭受额外的经济损失。因应殖民当局在1893年也改行金本位，就是苦于之前卢比相对英镑的持续贬值。从这年开始，卢比银币限制流通，卢比纸币与英镑挂钩，固定为1卢比兑换16便士，即1先令又4便士。当时的英国两种普币都不采用实净制，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而中国没有实行币制改革，一直到北洋政府还用俗称袁大头的银元。印度做出这项改革的时间，恰是白银加速贬值的时期。在香港汇市交易所1819年，一块西班牙银元尚可以兑换3先令用1便士，到1900年就只能兑换2先令用1便士。就在1900年到1901年间，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白银定盘价在这一年内再次大幅下跌，贬值幅度达到 23%。 也是在这个时段，清朝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中接连遭到失败，要对外支付数以亿计的巨额赔款，而白银此时迅速贬值，使赔款的经济负担更重。这一系列变化同样对对印度受华鸦片造成直接影响，体现在市场行情当中，就是价格持续攀升。1900年这次白银盘价的金融动荡，更使印度鸦片价格猛涨。1891年运抵上海尚未上税的印度公版土裸价为美金3.24两银子，在10年之后已经高达7.06两银子，涨上去1倍还不止。这种变化立即对中国鸦片的合法市场和地下走私黑市分别造成影响，对合法市场造成的影响是让小部分高档土烟也开始涨价。这些土烟涨价可不是因为受白银贬值影响，而是一些专营云土的鸦片商趁机跟风起哄。你洋药从3块涨到7块，那我也把自己的土药从1块5涨到3块5，反正我涨价之后照样比你便宜一大截。施南土等小部分高档云土，经过必要的包装和广告宣传，能卖出美金3到4两白银的售价。而此时云南向法国、越南出口的高级云土上税前的价格就是美金约4两银子。专土因为产量太大了，实在是没有涨价的潜力。对江湖黑市造成的影响就是各地的黑帮组织都热衷走私土药，不太热衷走私洋药。土药中除了小部分云土，大部分价格不变。没上税的水货价格是行货的1半到1/3。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摆在所有人面前，就和私盐贩子一样，走私土药已经是一门有厚利可图的违法生意。各地江湖会党组织如袍哥天地会也早就开始涉足此道。洋药的价格涨了1倍多，但关税和厘金没变，税负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缩小到 12% 左右。行货8块，水货7块，才省1块钱，没多大意义。何况洋药涨得这么贵，哪怕走私货，穷瘾君子也买不起，费劲折腾半天还有可能卖不出去，最后砸到自己手里，这不是自找倒霉吗？所以在1893年前，由英国赫德把控的中国海关，通过对沪港两地反复探访，对鸦片走私问题进行过数次调查，认为
认走每年走私印度鸦片数额约为正常渠道鸦片数额的10到1/12。在1893年后，印度鸦片涨价，导致其在合法市场和黑市上的竞争力都被削弱，合法市场的销量减少约30%，而黑市销售量降幅更超过了一半。然而接下来风云突变，大转折出现了。清政府出台一项最新国策，改变了之后鸦片市场的格局。光绪32年8月初3，也就是1906年9月20日，正在积极推行新政的朝廷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一道谕旨，核心内容是一个世人很熟悉的词儿——禁烟。2个月后，政务处大臣庆亲王载荷又向外界公布由11条条款组成的禁烟章程，其中第1、第4条主题分别是限重因素、以禁根株和禁止烟管、以禁鸢树。自1858年在中国成为合法物的鸦片烟又不让抽了。打嘉庆皇帝那里算起，这可是清朝第4次宣布全国禁烟。前文已经讲述清朝在道咸两朝禁烟与持禁的有关内容，咱不妨转换下角度，用现代人对禁毒事业的认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既然吸毒与贩毒是难以禁除的社会问题，那禁毒与缉毒也无法一蹴而就，不是靠短期内搞严打整治就能根除的，而是需要长期不懈的监控稽查。处在国家立场上看，中央政府在对外与对内两个方面要具备2种实力。首先，从最早的鸦片开始，直到今天，毒品的生产和运输几百年来始终带有明显的跨国传播特征，导致禁毒和缉毒成为国际性问题。从查抄源头到堵截渠道，单凭个别国家一己之力实在做不到，必须先和其他国家达成共识，展开国际合作。2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都有这种教训。清朝在本国禁烟，作为鸦片输出方的英印殖民政府不仅不搭理这茬，反而变本加厉展开国际禁毒合作，需要本国具备掷地有声的国际影响力，具备高效灵活的外交手法。其次，在国内展开禁毒缉毒，不免涉及复杂的地方利益，会遭到消极敷衍，甚至是公然阻挠对抗。禁毒政策要想不打折扣的落实到基层，还要有一个执政态度坚决、执行手段强硬、办事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中央政府。回过头来再看1906年的清朝和之后乱象丛生的民国北洋政府，无用解释，于外于内这2点他们显然都达不到。硬件基础先天不足，就决定了这场禁烟运动终究还是会虎头蛇尾，最后落到宣服虚名的结果。此外，还产生了一个谁也没预料到的毒副作用，为青帮等近代涉黑涉毒城市帮会组织的滋生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不过，在发起这次禁毒运动的初衷和实施过程中，从官府到民间也出现了一些积极进步的思想和行为举措。尽管总体而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幕教训，要比收获多的闹剧，但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有得有失。清朝在1906年再度宣布禁烟，既有其本意，更多的是受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国际环境变化的外部影响。19世纪，西方社会展开2次工业革命，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生产力飞跃进步，人类在有机化学、医学和生物学方面获得若干突破性成果。1806年从鸦片中萃取出吗啡，1874年又用吗啡和乙酸酰合成海洛因。欧美化学家和制药公司对这2种物质最初的认识也出现了严重偏差，忽视了更强的致瘾性，曾经错误的把吗啡当作替代鸦片的禁毒药。发明阿司匹林的德国拜耳公司也曾错认为海洛因不会让人上瘾，将此物当成吗啡的替代品。最先开始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商业宣传推广，历经不断犯错、不断纠正的反复过程，经过科学验证，人类对鸦片和鸦片衍生麻醉品的认识日益清晰，认清了此物让人致幻成瘾的原理。当西方国家的普遍民众刚刚了解到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沉迷于鸦片的新闻时，本国政府官僚与政客是用人种文化论来做解释，强调吸鸦片烟是在不信仰基督教的黄种人群体中才会盛行的一类东方习俗。用这个说法像一个非常巧妙婉转的恭维，对应了当时白人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优越和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因此，
接受度很高。可惜谬论经不住现实考验，滥用各种含有吗啡成分的镇痛剂也成为欧美国家越发凸显的社会问题。政府已不能任凭鸦片丁和吗啡打着医用名义不受节制的随意流通买卖，而是开始酝酿通过立法形式限制用途和用量。而科学驱散愚昧，数千年对神药的顽固迷信被破除，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鸦片贸易的抨击。科学和文明领域的进步促使西方各国政府必须转变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在英国，这位老牌鸦片贩的国内民间政府官员和议会政客都加入到反对鸦片贸易的阵营。英美基督教新教的来华传教士出于宗教信仰的道义同情，也把英国长期对华输出的鸦片和中国社会鸦片泛滥的实情带回本国。由传教士在1874年成立的昂格鲁及东方社会反对鸦片贸易协会，在英国举行定期年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广为宣传呼吁。这个组织影响力比较显赫，连老鸦片贩的颐和洋行创始人马地臣的后代都响应该协会的号召，明确表态反对对华鸦片贸易。这些英国国内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发展形势越发迅猛，起到敦促作用。从1819年开始，英国下议院以投票表决形式通过了该协会会长提出的反对鸦片贸易的动议。1893年前后，英国又成立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以此表示会着手调查鸦片贸易问题。在终结对华鸦片贸易这件事上，美国和德国明确表示对中国的支持，表现得比英国还要更为踊跃。美国反对鸦片贸易，它的动机比较复杂，经历过从虚伪到真诚的转变。美国建国之初，国力弱小，热衷于和中国开展贸易，为此在本国和世界各地搜罗能打动中国人的商品。广袤且尚未充分开发的北美大陆为其提供了丰富还廉价的自然资源，诸如西洋参，从印第安土著部落收购动物毛皮等贩运到中国市场都极受欢迎。通过低买高卖获取暴利，类似普金斯、齐昌等美资洋行对华贩运鸦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嘉庆皇帝在位时期，是他们看东印度公司成功之后采取的跟风模仿动作。不过，美国人和英国人经营这门生意的方式和态度截然不同。美国人始终是对华鸦片贸易的配角，他们向中国贩运的鸦片来自另一个鸦片出产国土耳其。那时候还没有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他们先把鸦片运回东海岸的费城、纽约，再绕非洲好望角取到南大西洋和印度洋航运来华。航程要比英国人更加漫长周折，偏偏中国人还不太喜欢土耳其鸦片，除了里边不时掺假，还有就是口感不好。土耳其当地未经人工优选培育的罂粟生鸦片膏里的吗啡含量达到8%到14%，是印度鸦片的2到4倍之多。经有针对性的人工育种优选的品种，吗啡含量还要更高。英国皇家鸦片委员会曾对印度巴特纳鸦片、马尔瓦鸦片